那你看有没有這樣一種可能，就是這個家庭呢需要我們為他們建造一個消防局。先把遊戲繼續啊，你看這個大火燒得有多旺，然後我們研究一下啊，這個消防局建設在哪裡呢？這是一個刻不容緩的時刻啊，我們得動作迅速一點。來，先找到這個消防局。由於沒有解鎖，現在只有一個小型的消防局，我們把它放在山脈的下方。OK， 來檢查一下，這個消防車馬上就會出動了。已經啟用的消防車數量2，我們稍微跟蹤一下啊。前往肯特住宅區。這大哥你跑得也太慢了，你再慢一點，這個房子就变成燒烤了。OK， 我們可以看一下啊，這個大火很快就被撲滅了。滅火中，有點打臉了。我記得滅火的過程也就1-2秒啊，也有可能和這個雪地的主題有關係。來，接下來我們檢查一下啊，有新的住宅需求，還有工業需求。那麼工業的話，我們可以在這個村莊的另外一個方向，比如說這裡。由於解鎖了區劃了，所以我們就不蓋區劃了，人口太少。做区劃的話也不明顯，就直接放在這兒吧，離商業區近一點也無所謂了。一會兒市民生病了，我們在這裡就行了。要不然的話，這個城市總是沒有問題，我們看起來會非常着急的。比如說現在點開這個商業啊，看一下工人不足，2位受過度教育的工人，這個問題就比較棘手啊，比較辣手。你看啊，我们先點開一下這個城市的學歷啊。現在小學畢業的市民達到了71%，這個不是問題啊，問題是我們現在這個村莊一個學校都沒有，那麼有這麼多小學學歷的人口，他們是從哪兒過來的呢？解決辦法就是繼續提高人口。下方的空地呢，我們來這兒吧。這個小湖的旁邊既不能做工業，也不能做工業。我們只能把這裡做成住宅區，那麼它是肯定不會受污染的。包括上方的區域也稍微來一點點吧，這裡也不怕了。哎，我去，這個位置不能蓋房子。我們可以選到這個礦選的工具啊，用這個拉礦呢，在多餘的地方可以蓋房子。比如說這個位置可以來一點點，就當成一個海景房就可以了。OK， 檢查一下啊，這裡再加一格。然後把遊戲加速啊，等這個房子蓋起來以後，它的風景應該挺美的。OK， 這個房子已經蓋起來了。哎，我正好驗證一下昨天這個樹的問題，有的房子蓋的時候，這個樹它不會消失掉。目前看起來問題不大。然後我們再連接一下這個水源。想辦法快速增加人口吧。現在這個村莊什麼都沒有解鎖。我點開這個公交車的選項，我發現人口需要2600才能解鎖，也就是說現在人口還差300多位。那麼我們研究一下啊，在這兒能不能繼續加一部分房子？從這兒加房子的話，還得加一個小型的電線桿，距離有點太遠了。或者加在這個位置。又一批市民現在已經搬過來了，他們在走這個土路的時候，我發現這個汽車好像對我們的村莊形成了一定的污染。然而這個村莊我們一個停車位也沒有修建。好在這個人口現在已經2600了，解鎖了機場、公共交通、電車、出租車、公交車。哎，來，我們首先來到這個村莊的兩邊啊，把這個剛才要蓋房子的分區呢給取消了。先暫時在這裡加一個公交車站，加在这兒吧。由於现在規模不是太大，我們可以加2個小型一點的站點。1、2，然後這個位置看一下能不能放下一個公交車的站牌。公交車調度站放不了，生物燃料是可以放置的。OK， 放一個小天橋的話，這些市民就可以
稍微安全一點點。他們進行中轉的時候就不用在這條小土路上行走了。這個小天橋還可以啊，不影響我們公交車。你看啊，公交車從大路進行中轉，這些行人呢從小路進行中轉。然後我們在後方呢把這個天橋給繼續延伸一下，比如說沿在這兒拆一棟房子，然後讓它繼續來到地面，從這兒也來一條。也省去了一個市民過馬路的煩惱。哎，這樣是可以的，這個天橋是沒有問題了。然後对面要不要也加一條啊？有一部分市民他比較喜歡橫穿馬路，我們就加在這兒吧，把這個天橋做得像一個迷宮一樣，這些市民就不用再繞遠路了嘛。我們規劃一下路線，第一個站點從這裡出發，然後走主幹道，再走村莊1，再來到村莊2，接下來讓他走工業區，再回城，結束線路。OK， 那麼公交2號線呢？想一下啊，公交2號線的話，有一部分道路還沒有規劃，我們就這樣先讓他們做一條公交路線。再檢查一下這裡的電現在不太夠了。我們村莊的發電量現在是97，耗電量達到了102，也就是說我們只靠那些發電板是不夠用的，現在必須得做一個稍微大型一點的發電廠了。這個火力發電廠呢有一部分的噪音，我們來到這個位置吧，這是我準備新建工業區的位置，先暫時把它放在這兒吧。OK。但是它的高度有一點太明顯了，我們把它稍微降一點點。然後這些工厂呢，現在出現了工人不足的問題，他們出現的問題也是受过度教育的村民啊，也就是說这些工厂他們現在需要的工人是那種沒有學歷的，然後可以發錢少一點的，讓他們多工作的那種。然後我們點開這個工廠啊，看一下強制升級能不能把他們的工人变成那種需要受教育的村民。 OK， 升到2級以后啊，他需要11位受普通教育，4位受中等教育的村民，也就是說小学不用放置了，先为他们放置一个中学，让那些外地过来的没有学历的市民可以直接上中学。这个中学该放在哪儿啊？想一下，放在消防局的旁邊。你看放置了以後，現在市內的中學生數量很快就達到了50人。那麼既然大家都有學歷了，我們就把這些工廠呢有問題的全部把它升級一下，強制升級。磨刀不誤砍柴工，讀完中學再打工。他們有了學歷以後，就可以快速的進到工廠裡面打螺絲，為我們的城市輸送高素質的人才。正好去前方跟蹤一下公交車，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公交車我可是沒有設計啊。這公交車呢，它是一個加長版的，每輛公交車可以乘坐60名乘客，某一站等待的市民達到44位。那麼其他的站點呢，現在是沒有多少遊客的。我們可以把這個車輛數從8輛減到57%，5輛車應該夠用了。這個蓋房子的過程，我可以在不錄視頻的時候自己偷偷的蓋，等解鎖差不多了以後，我們開始發展城市。然後檢查一下這塊地皮能不能買，這塊地皮不能買。不能買的話，我這樣把遊戲加速到3倍的一個速度啊，然後該蓋房子就蓋房子，該做田字格就做田字格。我們在每個地圖的前幾期可能不斷的去建設房子，會蓋得比較快一點，沒有起到任何的規劃作用。現在已經5000人口了，增加了無軌電車、觀光巴士。然後呢，我們看一下啊，這個時候村莊裡面應該會非常的堵車了。某一條主幹道現在排車過去。哎，前方的電源怎麼回事？由於我們的人口發展的太快，那麼現在城市的電源不太夠了。我們可以找一個更大的發電機，比如說這個地熱發電機，也放在工業區。
然後我們現在用仅有的錢啊，把这個道路先升級一下，用到这条4车道公路。这是目前唯一升级的主干道，一节480、520，好像花費也沒有那麼大。再回到這個路口看一下啊，所有的車輛他們只走一個車道，這也是大家遇到最多的一個問題。我們打開這個模組啊 ，TMPE， 找到這個 TMPE 呢，把遊戲裡面的智能車道全部打開，然後在政策裡面呢，我們把這個車輛可以駛入堵塞的路口排隊，在合適的情況下自動增加紅綠燈取消，車輛在紅燈時允許轉彎，左右都可以。直行車輛可以在路口變更車道。OK，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。把這個選項打開以後啊，我們再檢查一下。OK， 這個時候已經完全不堵車了。